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尽管核心通胀指数持续走高，美联储仍会维持加息立场，月度通胀增速放缓，但年同比不变，表明通胀并未明显下降。美联储官员仍持谨慎态度，认为需要更多时间评估通胀趋势，预计降息最早也要在9月。接下来这条，英伟达凭借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，有望超越苹果，成为全球市值第2高的公司。苹果因 iPhone 需求疲弱和中国竞争激烈而失去领先地位。英伟达充分利用游戏、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等增长浪潮，推动其股票价值大幅上涨。下一条，美股周五收跌。此前，投资者对显示通胀缓解迹象的主要通胀数据最初松了一口气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.2%， 脱离了2天的明显跌势。标普500指数下跌 0.5%，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领跌，下跌 1.1%。下一条 ，Gap 业绩超预期，股价飙升 24%。新任 CEO 采取措施削减库存，重置品牌并加强营销，让所有品牌实现正向销售，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。下面这条，谷歌在搜索引擎被爆出错误信息后，对其 AI 系统进行了多项改进。接下来，特朗普因伪造商业记录被定罪后，其亿万富翁支持者立即做出反应。埃隆·马斯克、大卫·萨克斯和比尔·阿克曼等人纷纷在线表达支持。亿万富翁支持者是特朗普的坚定后盾，他们已在最近几个月重塑了2024年竞选。特朗普通过吸纳富豪捐款，缩小了与乔·拜登的筹款差距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股运输业指数大幅落后大盘，下跌约 5%， 凸显运输业疲软可能预示着经济放缓，从而抑制大盘进一步上涨。接下来，特朗普媒体公司股票在特朗普被判有罪后起伏不定，但自此以后一直下跌约 7%。自3月底上市以来，股价已下跌近 20%。截至4月29日，超过62万1000个不同的股东持有特朗普媒体公司的股票，其中绝大多数是散户投资者。接下来这条，尽管通胀问题持续困扰家庭预算，拜登总统希望选民不要过度关注。特朗普被判34项刑事指控，让拜登将注意力集中在新的问题上。拜登对特朗普被定罪的低调回应能否转化为选举优势还有待观察，因为通胀问题仍将在选举日影响选民情绪。下一条，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呼吁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建造更多核反应堆，但乔治亚电力的首席执行官表示，该公司尚未准备好建造更多核反应堆。下一条，5月，美国主要股指收涨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、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连续第6个月上涨。其中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1.5%，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0.8%，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小幅下跌。下面这条，股东咨询公司建议反对埃隆·马斯克的高昂薪酬方案，并对其副业数量表示担忧。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 认为该方案过高，而 Glass Lewis 则警告马斯克耗时过多的非特斯拉相关项目。马斯克在致股东的信中回击了 Glass Lewis 的报告，称其省略了关键考虑因素，使用了错误的逻辑，并依赖于猜测和假设。下面这条， Facebook 吸引年轻用户重回平台，吸引了3年前数量最多的18至29岁美国和加拿大年轻成年人，且已持续5个季度稳定增长。下一条，土耳其酸奶巨头 Hamdi Ulukaya 收购了旧金山 Anchor Brewing 啤酒厂，押注公司和城市复兴。最后一条，蒙特利尔萨弗兰公司生产飞机起落架部件的工人提出反邀约，以避免长期罢工。此前工人罢工要求 22% 的加薪幅度，而公司只提供了 14%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